幅繁华，榜上名别红花，试问谁人留下？学一出心寒，缘分一线之差，思念已发芽，似花还似飞花，千言难尽，唯有远赴策马，好梦才能到天涯。我不会走流年冬夏，越苍过悬崖，千朝尽处，寒风袭来，谁一生记挂？歌名在喧哗，渡人千台无暇，让四季从此沙哑。自古红尘客，春秋都造化，天地任我游，何须问归家？日月别星辰无话，荒野尽终结云霞。可看得出他死去多久？死者断气不会超过1炷香。大人，在窗台发现一处脚印，还有一支袖剑，疑似凶器。就是这样。是谁这么心狠手辣，要置女于死地呀？凶手是何人啊？偏偏要在2位大王巡视当天动手，是何居心？虽说这卢文才人品低劣，但是也不至于被人害死啊！我的儿啊！誉王、瑞王，我卢家世代为朝廷尽忠，却不想犬子在天子脚下被凶徒夺去了性命，还请2位大王定要为我家犬子做主啊！卢尚书，你身为朝廷重臣，诸多学子在此，莫要失仪。逝者已矣，还请节哀。令郎之死，现凉州府尹已在查探之中，究竟真相如何，稍后自有结果。来人，扶卢尚书到别室休息。是。我的儿啊！贾府尹，案子查得怎么样？回禀2位大王，尸体余温尚在，筋骨未僵，血液未凝。据仵作查验，死者断气不会超过1炷香的时间，初步判断是谋杀。此为我们在窗外发现的凶器，推测凶手是以袖剑偷袭死者，又在慌乱之中不小心遗落，请2位大王过目。今日2位大王驾临，
全院上下早已封闭，不得出入。卢文才若是在一炷香内遇害，那凶手恐怕是书院中人了。瑞王，你看，这个剑上有字。是一个谢字。谢字。徐山长，这书院当中是不是有什么姓谢的人呢？书院当中只有一位姓谢的，便是永庆侯之子谢希。这谢希，谢希，此人身在何处？回玉王，谢希因昨日与卢文才斗殴，已被禁足别馆，眼下不在这里呀。传谢希。永庆侯府一向以你马首是瞻，瑞王如何处置？此案尚未查清，玉王此言为时尚早。谢希，这袖剑可是你所有之物？回瑞王，此物正是小生之物。不过此物前2日早已丢失，我也不知为何会出现在此地。更何况前2日我与卢文才争斗之时，被其偷袭手臂，至今伤势未愈。纵有袖剑，我又怎有力气伤人？卢文才死前一炷香内，你人在哪儿？我独自禁足房中，未曾出门。我的书童可以为我作证。你的书童自然以你马首是瞻，他的凭证何足为凭？回玉王，小生还有一个人证。何人？此前，本院杂役唐生曾前来探望过在下。一个杂役，何故探望？玉王有所不知，昨日我之所以殴打卢文才，是因为卢文才欺凌唐生，我欲为他出头之过，所以今日早上唐生才会特意前来向小生道谢。传唐生。小人唐生。一炷香以前，你可曾探望过谢希？小人昨日的确曾受谢希的回护之恩，但是今日小人未曾去看望过他。唐生，谢公子，如今你只是涉嫌此案，若非你所为，誉王和瑞王必会还你清白。小人很感谢你之前对我的维护，但人命关天，恕小人不能替您作为。谢希，捏造伪证，可是大罪。唐生，你为何说此？我明白了，是你杀了卢文才，对不对？你怕他对你再行骚扰，就借我昨日与他相斗一事嫁祸于我，是你杀了他，对不对？谢希，不得妄动。
此人所言是真是假，到时一审便会清楚。你又何苦在两位大王面前这样大呼小叫呢？两位大王，并非小生无礼，只是这唐僧他居心不良。徐山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唐僧不是你院子里的仆役吗？他为何会女扮男装，隐匿面目？他究竟是何人？这下官实在是不知啊。1年多前，谢希将此人带来，安置于书院。此人倒也本分，至今没出现过任何差池。谢希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王，这唐僧乃是罪臣苏长华的独女苏唐离。是小生将她从乱葬岗里救出来，念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才将她藏在这书院之中。此前陆文才撞破了她的身份，对其纠缠不休，我也是出于好心才为她解围，没想到她却包藏祸心，想要杀害卢文才，一劳永逸。还恩将仇报，竟偷走我的袖剑，加害于我。谢谢，我怎会害你？你莫要冲动攀咬，如此对你我皆无好处。袖剑乃是你的贴身防护之物，他如何能偷得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他几番接近诱惑于我，又利用我对他的怜惜，才给了他可乘之机。谢谢，你怎能如此颠倒黑白？两位大王，我虽然昨日殴打了卢文才，但也是因为受苏唐离的蛊惑，我马上就要继承世子之位了，何必要赌上自己的前程，非置他于死地不可呢？而他是个在逃官奴，显然是为了自保而杀害卢文才。谢谢，你当初口口声声说护我、爱我，甚至说不惜与文安县主退亲，也对我不离不弃。如今，你却为了保命，不惜将我推至风口浪尖。卢文才知晓我的身份是不假，他当初试图轻薄于我，甚至出言不逊侮辱于你，让你对他恨之入骨。你还曾扬言绝不会放过他，怎么你对他就没有杀人动机？何况我一介弱女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又如何杀得了卢文才？正是因为你柔弱，他才没有防备之心。若你趁他亲近你之时动手，他又怎能逃脱得了？当初你为了救我，甚至用你父亲永庆侯的名义为我伪造身份文书，我还当你对我是一片真心。如今看来，只是瞎了眼。伪造文书，够了！利用职权，伪造文书，这些可都是大罪。本王也很替你为难呢。现在不仅谢希，永庆侯也卷了进来。瑞王，可有提前准备为整个永庆侯府开脱呢？
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誉王放心，此案我定会秉公办理。贾府尹，先将谢希与苏唐离暂时关押至书院之中，此案我们慢慢再查。是。来人！上次沙明说的杀手会有供出什么？他说一切听命于大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估计只是个喽啰而已。另一名杀手还没有找到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我明白。这位陆公子奉瑞王之命，问苏唐离几句话。唐离，此地再无旁人，你实话告诉我，卢文才是否是你所杀？卢文才绝非我所杀，我以王父之名起誓，倘若我有半句虚言，便叫先父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。好，你只要没有手染鲜血，那么一切都还有回旋的余地。陆大哥，殷大哥，让你们为我费心了。仔细检查，有无伤痕和血迹？手抬起来。来起来看一下。那些学子均没有查到伤痕与血迹，因为我们几人始终伴在两位大王左右。我也向表兄请示，让我们协助凉州府尹一同查案。誉王与尚书令也应允了此事。有你们相助，定能很快查明真相，还陆兄恩师之女一个公道。但杀人凶器袖剑乃是谢希之物，而苏唐离的身份又极为特殊，且杀人动机更为成熟。他们二人的确有杀人嫌疑，但真正的凶手的确一时间很难有定论。那个谢希和苏娘子若真想杀陆文才，你们有更好的时机，偏要等两位大王带着众人巡视书院的时候才动手，还要把那袖剑丢到窗外。谢希和唐离再怎么莽撞，也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。除非那枚袖剑是故意被凶手丢在案发现场，以此来嫁祸谢苏两人。如此一来，这些疑点才说得通。我也这么想的，警长。看来经过殷家流言和刘元英事件之后，我们更加有默契了呀。是明叔你心思剔透，才对我多有启发。既然这卢文才一早便前进还陶馆，说明这起案件并非临时起意。那么，说明凶手挑还陶馆下手必有深意。你看，你这不跟明叔也很有默契吗？我们先查看现场吧。你又说错什么了呀？对了，那个林大娘有急事找你。啊，差点忘了，我一会儿来找你们会合啊。验伤的仵作说，卢文才的伤口比剑尖的直径要大一些，说明凶手不止扎了一剑。的确如此，白天发现尸首的时候，人还没有死多久，血液还未凝固，伤口被血水泡着，并不明显。现在血液干涸了，就比较容易对比了。陆兄英雄还懂这些？宋公子有所不知，我父亲是江林府捕头，我俩跟着他从小就开始跑凶案现场，见过无数尸体。陆兄的验尸经验，就算是去考仵作，
都绰绰有余了。陆兄果然厉害，因循说话一向夸大，宋兄听听便罢了。对了，那袖剑不是单发吗？即便不是单发，多次扎入同一个伤口，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啊。宋公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卢文才并非死于从窗外射进来的袖剑？袖剑本就是贴身暗器，近战时偷袭使用。一般射程只有10来步，越到射程末，剑力越微。况且卢文才的伤口是在右脖梗处，说明凶手并不是从窗外射杀的他。如此说来，卢文才不是被人射杀，而是有人潜入室后，从背后偷袭，以手握剑扎颈而死。而后逃离，遗落袖剑。这也解释了现场为何会这么乱。卢文才面露狰狞，却没有发出声音，说明凶手是从背后捂住他的口鼻，阻止他求救。要是这么杀死卢文才，苏唐离自是难以办到。至于谢希，谢希曾被卢文才打伤手腕，应该也是难以办到。这2人都无法杀死卢文才，那便证明我们之前所想，凶手另有其人。那此人在杀人之后，又如何逃离这里呢？这就要回答陆兄之前所问的：凶手为何要选择环涛馆进行行凶？宋兄，环涛馆与千说楼之间是否还有一条小道？哦，对，我去看看。若真如我们所猜测，卢文才颈部连中数箭，那么鲜血一定会喷射而出，凶手的衣服上一定沾染卢文才的血液。那血衣呢？陆长，陆长，看，我找到什么？你看，卢文才的尸稿。有了这张尸稿，一切就更说得通了。卢文才极有可能知道2位大王会进入环涛馆，便带着这首做好的诗，悄悄潜入这里，想向2位大王献诗以博关注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凶手早已经在这里等他了。凶手行凶后双手染血，顺手取了这张尸稿试写，而后又来不及销毁，匆忙间才扔在了逃离途中的隐蔽处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件沾了卢文才血液的血衣。哎呀，可是我们找遍了附近都没有找到那件血衣。你说这么仓促的情况下，那凶手还有时间换衣服不成？如果他没换呢？多谢陆兄。多谢。多谢。热乎的。多谢。客气。詹公子，怎么不喝啊？啊，我自幼便喝不惯胡辣汤，多谢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这衣服都弄脏了，我让那个侍卫陪你去换一件吧，不然着凉了。无碍的明淑娘子，真的无碍。实在是对不住啊。案情有进展，诸位
可以离开了。张公子，你在寻什么？需要帮忙吗？没什么。张松，你要去哪儿？你们，你在找的可是这个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我就抄个近路回房而已，麻烦星哥方便。是吗？启禀誉王、睿王、陆尚书，张松已认罪，还不如实招来。是我诓骗卢文才至还陶馆，最后将其杀害。那袖剑又是从何而来？自然是捡的。我见袖剑上有个谢字，便知道它是谢希的。将袖剑扔在窗口，可是为了栽赃谢希？是。谢希被禁足，有机会作案。况且他和卢文才有过争执，是最容易被怀疑的人。之后呢？之后。怪就怪老天无眼，让他那天死于牌匾之下，就没有今天这么多事了吧？明礼堂的牌匾掉落是你做的，目的是为了杀陆文才。你为何要杀卢文才？我10年寒窗苦读，父母倾尽所有送我进松林书院。我本想博得功名以报家人，谁知遇到卢文才这等卑劣之人，对我日日欺压，气怨之下实在忍无可忍，最终才失去理智，行差踏错。一派胡言！我儿品行端正，怎会欺凌他人？是你杀了我儿，还狂言污蔑已死之人，为自己洗脱罪名。你卢文才在外吃喝嫖赌，欺男霸女，人人皆知。我阿紫就是。若不是有你这个当爹的尚书为他遮掩罪行，他恐怕早就被捕发配到边疆去了吧？卢尚书，你何故在此欲盖弥彰？你能养出这么一个狗彘鼠虫之辈，你卢泽刚不也是一个苍然老贼罢了？活该你无子送终！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够了！即便你备受欺辱，也绝不是杀人嫁祸的理由。明日一早，将犯人押往凉州府。传谢希，苏唐离。小生知错，还请2位大王恕罪。谢希，
你身为永庆侯府嫡长子，本要承袭爵位，报效国家，如今竟敢伪造文书，包庇罪奴，还与之暗通款曲，汝之所为，毁封败锁，有违法纪，为世人所不齿。本王必将上奏官家，依律论罪。瑞王，苏唐离该如何处置？是否押回教坊司？两位大王，这苏唐离确实是有罪之身，只是教坊司也没有详细查验，就把人送到了乱葬岗，这也有失察之责。更何况教坊司早已上报苏唐离病死，身死除名之人，如今活着回去，倒让教坊司难做了。所以以老臣拙见，不如先将这苏唐离留在这松陵书院，交由徐山长暂时看管。誉王以为如何？陆尚书所言极是，本王深以为然。既如此，苏唐离暂押书院，主需严格看守，以备后续调查。是。遵命。好了，既然此事已了，本王就先回府了。贾府尹在。这次你要好好谢谢这位陆解元，帮你的凉州府平添了一份功绩。学生不敢。此案能水落石出，全靠贾府尹主持大局。在下只是从旁协助，不敢贪功。陆城，不错。多谢陆公，为苏唐离求得一线生机。瑞王您言重了，此事虽是瑞王所请，但毕竟他合情合法。陆某自当是仗义直言呐。近日，本王翻阅了大理寺卷宗，发现苏昌华贪墨案疑点重重。这苏唐离不仅是他的唯一血脉，也是此案关键的人证，须得护其周全。啊，哈哈，乏了，回安。大王莫为松陵书院一事劳心伤神了。妾身为您熬了碗银耳汤。这永庆侯在朝堂上对本王多有支持，如今他的嫡子被凉州府收押候审，你说本王该如何？大王既然来问我，那妾身便直言不讳了。永庆侯拥护大王，若不为其求情，难免叫人心寒。可若求了情，事实俱在，又将律法置于何地？我听祖父说，律法乃国之权衡，时之准绳。若因一人废准绳，虽得一人，只怕天下尽失啊。你是让本王
舍了这永庆侯府。永庆侯府此次必因谢希之事受累，甚至连累永庆侯之位，非舍弃侯府之意。大王可极力安抚永庆侯，同时扶持谢家其他人才，以免永庆侯失意之下投靠誉王。此举既顾全了法度，又抚慰了谢家。王妃，真乃是本王之良佐呀！大王谬赞，妾身日后也会和谢家勤加往来，让他们知晓大王一直对他们心系不忘。多谢王妃为本王周全，这些都是妾身该做的。那妾身先告退了，大王记得喝汤。不如你……还有何事吗？啊，那你早些休息吧。看来王妃还是关心我的。你说，卿长，此案已破，你却愁眉不展，可是有什么心事吗？你看出来了？你与你兄长一同长大，生命中10余载尽是对方，突然有人出现分走他的关心，你心里自然会不舒服。宋娘子身世如此可怜，我还因此吃醋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你不会嘲笑我吧？你这般通情达理，我欣赏敬佩还来不及，又如何会嘲笑你呢？卿长，我原本觉得你细致入微，平易近人，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。如今更觉得你是个不可多得的知心人。我若有什么烦心事，只要同你说上一说，瞬间就觉得舒畅了。那从今往后，不管是烦心事还是开心事，你都可以与我说。你的忧愁，我愿与你分担；你的开心，我愿与你同乐。官差大哥，我有事要问张松，可否行个方便？快点！张松，春闱在即，你埋头苦读都来不及，怎会有心思理会庶务？那明礼堂的匾额，你怎知道是损坏失修的？我也听人说的。是谁？忘了。你既备受罗文才的欺辱，你为何不直接告诉山长，再不济离开书院就行了？为何要冒险行此极端之事呢？哎，还走不走了？吃牢饭还着急了？走。你可是怀疑什么？张松刚来书院没多久，我并不相熟，但听说那杨子舒也一贯欺凌他。那张松对杨子舒都并无如此恨意，对那罗文才即使是自毁前程，也要鱼死网破，这是为何？
哥，玉尊大哥，不好了，快过来看看！不好了，华人服毒自尽了！元婴娘子既知道，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别的事儿了。哎，我看你刚把完的那个魔喝了，那是你儿时的玩意儿。罗文才在外吃喝嫖赌，欺男霸女，人人皆知，我阿紫就是。云舒，张松在狱中服毒自尽了。张松或是元婴娘子一直在寻的弟弟，我现在去找他，你去找罗文才身边的小厮，我有问题要确认。毒已入肺腑，勉强吊住了一口气，有什么话赶紧说吧。文渊，阿紫，真的是你阿紫。满天地有情，尘缘不休。随时光荏苒，别错过白头。一次心如初，后人间花开落。贪嗔痴缘憎，都随风。愿世事重楼，情真留守。一骑于人间，繁华与错落。灯熄渐老，凭原地因果休。顾盼终回首，一重头。若风景到尽头，可归与否？一种情度流年，皆心中迷惑。数尽漫漫长夜，数不尽对你思念的轮廓。若海上月一圆，可归与否？余生无望守候，有始有终。唯愿岁月遗忘，落款还是山盟如昨。